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銅礦級巔峰，38歲趙麗穎與34歲秦俊傑，告訴你什麼叫教科書級 CP 感。趙麗穎與秦俊傑10年後二搭小成大事，褪去青澀的兩人以實力派演技詮釋 CP 感玄學，無需刻意堆砌，只需氣質共鳴，角色契合與默契流轉。從田埂牽手到深夜熱茶，細節裡自然流露的質樸情感，勝過所有工業糖精。內娛從不缺俊男勁女的組合，卻少有一對能像趙麗穎與秦俊傑這樣，時隔10年二搭便顛覆認知，讓人讀懂 CP 感從不是刻意堆砌，而是種可遇不可求的玄學。38歲的趙麗穎褪去仙俠濾鏡，34歲的秦俊傑沉澱演技鋒芒，兩人在小成大事裡的同框，恰是對這份玄學最生動的注解。這份玄學藏在時光沉澱後的氣質共鳴裡。10年前青雲志中，碧瑤與曾叔叔僅是擦肩而過的知己，靈動少女與跳脫少年的同框之勝江湖義氣，無半分情愛糾葛。彼時秦俊傑滿眼是對前輩的欣賞，趙麗穎則帶着初生牛犢的韌勁。10年流轉，趙麗穎化身扎根基層的鎮長李秋平，素顏短髮，工裝加身，將實幹幹部的堅韌與溫柔揉進骨子裡。秦俊傑則成了理想主義記者杜濤，白襯衫配相機，自帶文人的清俊與執着。兩人都褪去青澀，在各自賽道上長成實力派，這份勢均力敵的成熟，讓同框時自帶故事感。這份玄學藏在角色與演員的雙向契合中。劇中兩人是從校園走到社會的伴侶，一個是奔走田埂的實幹家，一個是執筆記錄的觀察者，立場相悖卻靈魂同頻。李秋平受委屈時用專屬法語對杜濤說我愛你，那份藏在堅強背後的依賴，杜濤默默用鏡頭定格他工作的身影，在他滿手泥濘時溫柔擦拭，這些細節從不是刻意撒糖。趙麗穎主動增重曬黑貼近角色，秦俊傑用細膩眼神傳遞心疼，演員對角色的極致投入，讓這份並肩奮鬥的感情跳出劇本，變得真實可觸。這份玄學更藏在不經意的默契流轉間。戲外秦俊傑化身人形，移動攝像機，鏡頭追着趙麗穎記錄幕後點滴，這份自然的親近感延伸至劇中。戲裡即便因理念爭執，兩人眼底也藏着對彼此的懂與惜。沒有工業糖精的親密戲碼，僅田埂上一次自然牽手，深夜裡一杯熱茶的陪伴，便讓觀眾感受到父母輩愛情的質樸與厚重。反觀當下不少偶像劇，顏值頂配卻滿是刻意拉扯，反倒印證了 CP 感從不是顏值相加，而是氣息相投。4歲的年齡差不成阻礙，10年的時光反倒成了催化劑。趙麗穎與秦俊傑的 CP 感，是演員與角色的互相成就，是時光沉澱後的氣場契合，更是細節裡流露的真摯默契。它告訴我們，真正的 CP 感從無公式可循，就像這對跨越10年終成眷侶的搭檔，於不經意間便擊中人心，這大概就是玄學最動人的模樣。2. 趙麗穎黃曉明新劇熱度飆升，上升期喜悅藏不住，比黃金還讓人眼紅，這組合能走多遠？最近小成大事剛播到第4集，朋友圈和超話都在刷，現成劇終於有新天花板了。你說現在還能拍出真東西？說實話，我本來也沒抱多大希望，畢竟這些年多少號稱現實主義的劇，最後都成了濾鏡碎一地的翻車現場。可小成大事偏偏就殺出一條血路，靠的還不是流量鮮肉，而是那幫中生代老戲骨和真刀真槍的群像塑造。你敢信？其實想想，這劇最有意思的是啥？不是大開大合的狗血，不是熱搜上的豔俗爭議，而是那種穩得出奇的女主李秋平，
靜水流深，不靠裝腔作勢，也不玩受害者逆襲套路。他是那種你以為沒什麼波瀾，其實心裡早已經驚濤駭浪的人物。一上線能頂舞獅隊，下線回家又跟爸媽敲黑板溝通，這種生活細節是不是比那些懸浮劇裡的精英白領真實多了？李秋平這股穩勁兒，跟蔡剛那種保守派完全不是一路人。他外表安靜克制，心裡卻比誰都敢想，甚至比鄭德成還瘋一點。他把體制內該有的安全感全給做足了，但又不止步於按部就班。你看他大學畢業當縣委秘書，還能在小鎮上跟男友用法語咬耳朵，這設定放以前妥妥被噴裝逼，可在這裡卻透着點樸素精英範兒。他不是脫離煙火氣的書呆子，而是隨時能下場舞獅子，扎進瑣碎家庭矛盾的人。不過說到底，李秋平最難得的是啥？他一出手就是前瞻性預判，小汽車還稀罕得很的時候，就敢大膽預測未來會有私家車滿街跑。這要擱別的劇早變成天才孤獨患者人設了。可他沒有自怨自艾，更沒有憤世嫉俗，就是踏踏實實幹活，哪怕落選零票，也不折騰，不嘶吼，也不等風來，而是自己帶着靠譜夥伴們，把風掀起來，送人上青雲。說白了，小成大事，把內核強和態度強勢分得明明白白。你見過幾個女主不用聲嘶力竭，不用對全世界喊狠話，就能撐起整條線？李秋平就是這樣，看見對手出彩就讓賢，被誤解也淡定發光，一點都不需要高調炫技，就像金光緊箍咒一樣穩住局面。說他和鄭德成，一個激進，一個沉穩，一個野路子，一個書面範兒，是不是互補的恰到好處？再聊鄭德成這個人物太會立 flag 了，上來一句要是給錢誰都行，不給錢只有我行，這種牛皮換別的國產劇肯定撐不住，2集之後必翻車。可他偏偏就能圓回來，全靠角色底色和劇情邏輯雙保險。他摸爬滾打多年，一門心思帶鄉親致富，該闖就闖，該挨罵也挨，從泥巴田到貪圖荊棘，一步步踩出來金光大道。他身上的闖勁，既不是莽撞，也不是孤膽英雄，而是一群人一起狂奔的氣勢。你看他競選演講時盯上領導衣服，順手一搶路紅內搭，那股機靈勁和市井氣息撲面而來，每個動作都有戲。比起那些高大全模板男主，他反倒多了幾分可愛和真實，有點傲慢，有點過激，但就是讓人信服。你說這是不是爛劇主角永遠學不會的東西？更有意思的是，每一步推進都踩着雷區走，上級財政不給錢，還被舉報違規買賣土地，這要擱以前8成要走苦情路線，可這劇偏不苦，相反滿屏都是朝氣和喜感。各色人物雞同鴨講得不得，人均戲骨帶感十足。你看印刷廠廠長夫婦接待客戶，一路汽車輪渡摩托拉鋸戰，把客戶直接嚇跑，這荒誕裡全是真生活。粵海鎮新人報到，3位副鎮長鬥嘴組團幹活，從服化道到每次亮相都透着教科書及角色塑造。他們鬥嘴，他們互懟，他們組團搞笑，我恨不得這群人能演上1001集，比某些流量團綜耐看太多倍。當然，說到底，小成大事的厲害之處，不只在於表面的清晰感，更在於它藏了一層黃金時代的幸福底色。看似破舊的大院，掉渣藏書閣，愣頭青赤腳醫生，還有一群動不動交辭職信的小年輕，這班底怎麼看怎麼像個草台班子，可仔細扒拉內核，全是那個年代最澎湃向上的生命力。你以為草台班子等於爛泥扶不上牆？錯，粵海鎮這一鍋亂燉只是外表糙，其實骨子裡全是燃燒着的希望。每個人都覺得日子會越來越好，這才叫黃金上升期該有的人情味和夢想感。當下多少號稱現實主義的大製作，用盡噱頭炒梗，到頭來還是架空人生，冷冰冰擺拍，
草台班子反倒成了所有美好故事最初始的平台。網友評論也炸了鍋，粵海鎮才是真正的人間煙火，李秋平太會做人，鄭德成這種書記我願意追隨。豆瓣評分直衝9.1分，你覺得假？再看看微博熱搜詞條，各家粉圈甚至開始比拼誰家副鎮長最搞笑。就問一句，今年還有哪部國產劇能做到群像無短板，全員帶梗零偶像包袱？其實這些年娛樂圈最大的問題是什麼？資本裹挾下流水線作品扎堆，好演員被邊緣化，小鮮肉霸屏賣臉撐場。可觀眾真缺那點濾鏡嗎？觀眾缺的是小城大事這種連家庭瑣碎、小地方溫情都捨得慢慢鋪開的戲骨局，是讓每個人都有活色生香、日常氣息的小人物史詩。那些高開低走、數據造假的遮羞布，在這樣的真東西面前根本沒市場。這麼說來，小城大事就是用4兩撥千斤，把黃金時代最笨拙、最動人的成長趕找回來，讓我們相信，哪怕身處草台班子，只要有人肯闖，有人成全，有人成長，就永遠有夢可做，有成可見，有希望留存。